如果你最近关注美股科技股，一定绕不开一个极其夸张的预测：特斯拉股价会涨到$2600一股，从当前位置翻接近8倍。未来9万亿美元的市值里，有90%都要靠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来撑。有人看完直接把这当成了下一个10倍股的车票，连夜调整持仓比例。也有人觉得这又是一轮华尔街式的资本画饼，听听就算了。但很少有人真的停下来算一笔最基础的账。一个要撑起8万亿美元估值的核心业务，在现实世界里到底有多少辆车正在真正无人运营？又有多少普通用户的真实订单在支撑它的商业模型？这笔账不算清楚，所有关于估值的讨论都是空中楼阁。很多人争论了半天，其实争的不是事实，是各自对未来的想象。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急着站队唱多或者唱空，而是把藏在这个9万亿故事背后的真实运营数据、公司财报底牌，还有2位核心人物的信誉记录一层层拆开。等你把这些实锤都看完，自然会对这份预测的含金量有自己的判断。欢迎来到逻辑棱镜，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份预测的出处，就在不久前的一档财经专访里，方舟投资的创始人木头姐再次更新了他对特斯拉的长期目标价。他把之前设定的兑现时间从2027年推迟到了2029年，但目标价依然维持在$2600一股。按照这个价格计算，特斯拉的总市值会突破9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7到8倍。它的核心逻辑非常直白，甚至可以说非常激进。特斯拉的未来根本不是一家车企，而是一家自动驾驶运营公司。一旦 FSD 实现真正的全自动驾驶，特斯拉可以把路上数百万辆存量车都转化为无人出租车，车主可以把车闲置的时候放进车队里接单，特斯拉从中抽成。这套模式一旦跑通，收入规模和利润空间都会远远超过现在的卖车业务。我看到很多财经博主转发这个观点的时候，都在算涨多少倍，市值能排全球第几，却很少有人去核对一个最基础的事实：特斯拉的 Robotaxi 现在到底跑到什么程度了？它的真实落地进度能不能支撑得起这么宏大的叙事？我去翻了第三方交通研究机构、当地媒体的实地统计，还有特斯拉自己披露的有限信息。目前特斯拉在美国推进最快、测试最久的无人车运营城市是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而在这座被当成标杆的城市里，真正做到完全没有安全员、上路跑公开道路无人运营的特斯拉车辆一共是17辆。你没有听错，17辆，不是170辆，更不是1700辆，就是17辆。一个被拿来支撑8万亿美元估值的核心业务，在它最成熟的测试城市里，跑在路上的无人车只有10几辆。这个数字和9万亿的大饼放在一起，荒诞感一下子就出来了。你甚至不用懂什么估值模型，只用常识就能感觉到这里面的落差有多大。很多人这时候可能会立刻反驳我，不对，前段时间不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说特斯拉在坦帕击败了 Waymo 吗？体验比 Waymo 还好，怎么会只有10几辆车？这就是我今天要拆的第一层假象。很多人眼里的技术全面领先，其实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限定场景的公关叙事。先说说坦帕这件事的完整来龙去脉。前段时间有不少科技媒体和博主放出体验视频，说特斯拉 FSD 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无人运营体验流畅，甚至超过了 Waymo。很多人看完视频就直接得出结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已经追上甚至反超了 Waymo， Robotaxi 大规模落地就在眼前。但我提醒你注意2个被所有通稿都刻意省略的关键细节。第一，特斯拉在坦帕的无人运营至今只针对一小部分付费员工和内部邀请的种子用户开放，根本没有面向所有普通市民开放注册。第二，它的运营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坦帕市区的部分特定区域，不是全程覆盖，更没有跨城运营能力。换句话说，这就像你在自己家的封闭小区里练了几天车，路况简单，变量少，然后就说自己比跑了全国10几个城市，天天接陌生乘客的出租车司机技术更好，场景的复杂度、用户的多样性、应对极端突发情况的频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真正的无人驾驶商业化从来不是在一条理想的道路上跑通就行，
它要应对雨天、雾天、夜间逆光，要应对加塞的私家车、乱穿马路的行人、临时施工的路段，还要应对千奇百怪的乘客需求。这些变量在封闭测试和小范围邀请里是永远测不完的。那真正做到全域开放、规模化商业运营的 Waymo 现在是什么水平？给你一组实打实的经第三方验证的运营数据。Waymo 目前每周的无人车付费订单量接近50万单，累计完成的订单量早已突破1000万级别。投入常态化运营的车辆有4000辆，服务覆盖了美国10几个城市，其中包括旧金山、洛杉矶、凤凰城这样路况复杂的大都会区。根据最新的一级市场融资估值， Waymo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了126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特斯拉现在全美国范围内的无安全员运营车辆加起来可能也就几十辆，还不到 Waymo 运营车队的零头，订单量的差距更是几百上千倍。如果按运营规模算， Waymo 现在才是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特斯拉连第二梯队都还没完全挤进去。我不是说特斯拉永远追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谁也说不准。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很朴素的行业常识，无人驾驶这件事儿从来不是靠发布会演示，靠一两条网红街道的试跑就能证明的。它真正的门槛是规模化之后的安全率、运营效率和单位成本。你得一辆车一辆车地铺，一单接一单的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复制，才能慢慢把商业模式跑通。华尔街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的可能性直接折算成当下的估值。他们会给你看一张完美的增长曲线，告诉你10年后这个市场有多大，公司能占多少份额。但现实世界不会按 PPT 走，也不会按估值模型走。17辆车和50万周单之间的差距不是靠故事就能填平的，它需要时间，需要数据，需要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更需要一次次事故和问题的迭代。讲到这里，其实已经能筛掉一大部分只看标题做判断的人。如果你经常被华尔街研报自媒体大佬的宏大叙事绕晕，分不清哪些是真实产业信号，哪些只是资本画饼，不知道怎么区分故事和现实，我整理了一份 AI 自动驾驶赛道估值避坑手册，里面汇总了 Robotaxi 行业核心对标数据、常见估值模型漏洞、分辨 PPT 叙事与真实落地的判断清单。不用自己到处零散搜集信息，点击我主页链接就可以直接领取。说完了行业横向对比，我们再回到特斯拉自己身上。很多人愿意相信特斯拉的 Robotaxi 故事，本质上不是相信数据，而是相信马斯克，相信他是能创造奇迹的人。之前做电动车、做火箭都成了，这次自动驾驶也一定能成。但如果你回头去看马斯克在自动驾驶上的公开承诺记录，就会发现这件事的兑现率其实低得惊人。我整理了从2025年年初到现在，马斯克关于全自动驾驶落地的几次重要公开表态。第一次是2025年4月的财报电话会上，他非常肯定地说，当年就能实现真正的完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业务会在年底前启动。到了2025年7月的一次活动上，他又改口说技术上还有细节要打磨，落地时间推迟到当年年底。等到10月的第3季度财报沟通会，时间又被推到了2026年年初，而等到2026年1月，官方的说法又变成了还需要更多真实道路数据积累，没有明确的落地时间表。短短不到1年时间，4次公开承诺，4次陆续落空，时间节点一次次往后挪，叙事却一次比一次宏大。你可能会说，高科技研发有延期很正常，没必要揪着时间点不放。但问题在于，每一次新的承诺放出的时候，都刚好卡在资本市场需要新催化剂、股价需要新故事的节点。每一次跳票之后，又会有更远期、更宏大的叙事接上来，把市场的注意力从延期上移开。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出在技术路线上。业内很多工程师都清楚，特斯拉 FSD 的微飞5版本在应对高密度城市场景时的稳定性，其实还远达不到大规模无人运营的安全标准。它在天气良好、车道清晰、路况简单的郊区道路表现不错，但一遇到市中心的施工路段、暴雨大雾的极端天气、行人非机动车混行的复杂场景，接管率和出错概率就会大幅上升。而无人驾驶最核心的要求，恰恰是应对极端长尾场景的能力。99%的常规场景做好了都没用，剩下1%的意外处理不好，就是致命的安全事故，就是监管的叫停整改。
这一步跨不过去，就永远只能在小范围测试里打转。我一直觉得，判断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进展，不要看它 CEO 在发布会上说了什么，要看它实际落地的节奏和扩张的速度。如果一个技术年年都说马上来，却年年都迈不出规模化运营那一步，你就该在心里多打一个问号。信仰可以有，但不能拿真金白银为信仰买单。比技术延期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斯拉的财务底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多人对特斯拉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年前一家高利润、高增长、现金流充沛的明星车企，但最新的2季度财报已经把残酷的现实摆得明明白白。特斯拉2季度的营业利润率已经暴跌到了 1.4%。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作为曾经的全球新能源车企利润标杆，它巅峰时期的营业利润率超过 15%， 比传统豪华品牌还要高。现在跌到 1.4%， 已经低于很多传统燃油车企的平均水平。说白了，现在卖车对特斯拉来说已经几乎不赚钱了。利润率下滑的原因很简单，连续的价格战。为了保住销量规模，特斯拉这2年一直在持续降价，单车利润被不断压缩，但代价就是整个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大幅滑坡。更关键的信号是自由现金流。2季度特斯拉的自由现金流是负11亿美元。要知道，前几年特斯拉最被机构投资者看好的一点，就是它强劲的自由现金流造血能力，这也是它能撑起高估值的重要基础。现在现金流由正转负，本质上说明它的主营业务已经撑不起它的投入规模了。那钱都花去哪儿了？答案非常明确 ，AI 和 Robotaxi。特斯拉今年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高达25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砸向了 AI 算力集群建设、自动驾驶算法研发。还有 Optimus 人形机器人项目。说白了，现在的特斯拉正在做一场孤注一掷的豪赌，用卖车业务赚的钱，甚至是不惜让卖车业务亏本走量，去赌下一个增长曲线的落地。卖车现在更像是它的现金流奶牛，是为 AI 和 Robotaxi 输血的工具，而不是未来的核心故事。这里我要提醒你一个很容易被市场忽略的风险，如果 Robotaxi 的落地进度继续一拖再拖，而卖车业务的盈利能力继续下滑，那特斯拉的估值逻辑就会面临双重崩塌的压力。一边是当下的业绩撑不住现在的市值，另一边是未来的故事迟迟对不了线。到那个时候，估值下杀的力度会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得多。资本市场从来都是先讲故事，再等业绩。故事讲得越久，业绩兑现的窗口期就越窄，市场的耐心也就越有限。聊完了特斯拉本身的技术和财报，我们再来说说这场9万亿大饼的核心背书人木头姐凯西伍德。很多散户把他当成华尔街的神算子，觉得他的预测有专业的估值模型支撑，可信度比普通博主高得多。但如果你真的去看他的基金长期业绩和预测历史，就会发现他的神坛其实更多是2020年那波牛市造出来的。长期业绩其实非常惨淡，先看最核心的业绩数据。木头姐的旗舰基金 ARKK 过去5年的年化回报率是-10.31%，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年化回报率是14.66%。也就是说，你5年前闭着眼买一只标普500指数基金，什么都不用干，都比买这位科技股女神的主动基金赚得多得多。而且风险还小得多。有第三方机构统计过 ，ARK 成立10多年来累计给投资者造成的亏损大约是70亿美元。一直主打创新科技，号称捕捉未来10年趋势的基金，长期大幅跑输大盘，还让信任他的投资人亏了这么多钱，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更有意思的是，他对特斯拉目标价的时间线调整。最开始他预测特斯拉2027年就能涨到2600美元，现在又把时间改成了2029年。每次快到兑现节点就往后推2年，反正时间还没到，谁也没法当场证明他错了。这种永远不会被证伪的预测，本质上和算命没太大区别。我专门研究过方舟投资的估值模型，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参数高度可调的黑箱。渗透率、利润率、市场规模、技术落地时间，这些核心变量都是可以调整的。你想要高目标价，就把所有参数都往乐观了调；想要保守一点，就往下调一点。最后出来的数字看起来是精密计算的科学结果，其实更多反映的是建模者的主观预期和叙事需求。当然，我不是说木头姐没水平，2020年她也确实靠压住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成长股一战封神，当时的收益率碾压大盘。
但问题在于，它的投资风格本身就是极致的高风险高波动，押对了一战成名，押错了就是深度套牢，长期亏损。把它的预测当成确定性结论，甚至直接当成买入依据，本身就是对风险的极大误判。很多散户容易犯的错，就是把大佬的背书当成了安全垫。可你要知道，大佬的基金就算亏了，每年收的管理费一分不少，但你自己的钱亏了，是要真金白银为自己的决策买单的。听故事的时候可以热血，但管钱的时候一定要冷静。不少朋友看完一堆大佬预测财报数据之后，依旧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分辨哪些机构预测值得参考，哪些只是营销炒作。我那份 AI 自动驾驶赛道估值避坑手册里面，同样整理了识别华尔街主观估值陷阱的实操方法，帮你避开被宏大叙事误导踩坑。点击我主页链接就可以领取。好了，我们把前面拆的所有线索串起来，再回头看木头姐给出的$2600目标价，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不是一个基于现实运营数据、基于已验证商业模式推导出来的合理估值，而是一场建立在多重乐观假设之上的高方差赌局。它要赌特斯拉的 FSD 能在未来2-3年内实现真正的 L4级全自动驾驶，要赌 Robotaxi 的商业模式能快速跑通并且实现高利润，要赌它能在和 Waymo、Cruise 等对手的竞争里拿到最大的市场份额，还要赌它的卖车业务能撑到所有故事兑现的那一天。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估值大厦都会面临坍塌的风险。而从目前的现实数据来看，每一个环节的不确定性都非常大。我从来不会否定特斯拉的技术潜力。长期来看，无人驾驶一定是未来交通的方向，这个大趋势没有问题。但我始终觉得，做投资不能把最好的情况当成必然发生的情况，不能把10年后的远景直接折算成今天的股价。你可以相信这个故事，也可以愿意为这个未来下注，但你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赌一个未来，而不是在买一个已经被验证的成熟生意。赌局有赢的可能，但也有输的风险，而且风险远高于很多人的预期。现实世界的商业逻辑从来都很朴素，一辆车一辆车的交付，一单一单的服务，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兑现利润。那些动辄万亿级别的宏大故事听起来很动人，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但真正能从故事走到现实的永远是极少数。大部分时候，资本市场的财富都不是靠押中一个宏大故事赚来的，而是靠避开一个个被包装得很漂亮的陷阱。如果你认可这种不被情绪带着走，用硬数据拆解商业逻辑的分析方式，欢迎订阅逻辑冷静。我们会持续跟踪美股科技和 AI 产业链的真实进展，拆解更多大厂财报和行业趋势，陪你一起看懂资本市场背后的真实逻辑。你觉得特斯拉的 Robotaxi 是大概率能兑现的产业革命，还是资本包装出来的高风险赌局？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和理由。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察和行业分析，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